本期影片我就总结了一些对于美国信用卡新人来说比较 confusing 的名词解释，太过简单的单词，比如说是 annual fee、credit limit， 这些大家都知道的词我就不介绍了。首先来介绍是最常见的，也是最困惑信用卡新人的英文单词 balance。我猜有些刚开始使用美国信用卡的朋友，每次使用信用卡消费之后，打开银行的 app 一看，发现 balance 又增多了，就会很好奇为什么每次消费之后信用卡的余额会变多呢？那么 balance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银行这个领域， balance 可以翻译为余额，也可以翻译为欠款。当我们查看自己的银行存款的时候， balance 就是余额的意思。当我们查看我们的信用账户，也就是信用卡的时候， balance 就是欠款。查看自己银行存款的时候，银行一般都会特别指明 available balance， 也就是可用余额是多少。查看信用卡消费情况的时候，银行会特别指明 current balance， 也就是当前欠款。从 balance 这个词出发，还会延伸出 transfer balance、statement balance 这两个词。transfer balance 这里的 balance 是指欠款， transfer balance 中文直译就是欠款转移，是指把一张信用卡的欠款转移到自己的其他信用卡上。美国的信用卡确实可以这么做。当我们过度消费还不起信用卡账单的时候，为了避免被信用卡公司收取超高的利息以及罚款，我们就可以通过 transfer balance 的方式支付一些手续费，把信用卡欠款转移到另一张信用卡上。美国有很多信用卡就是主打开卡后12个月到15个月内信用卡欠款不收利息，这些卡我会称为背债卡。背债卡可以让我们把欠银行的钱慢慢还清，不需要着急还利息。我们绝大部分情况下都不会用到这个功能，希望大家也不要堕落到使用 transfer balance 这个境地。 statement balance 意思就是账单的总欠款。当一个消费周期结束之后，银行就会告诉我们这一期的 statement balance 是多少，我们需要在还款宽限期内还清这些账单。如果在 payment due date 还未还清的账单，就有可能会被收取超级高的信用卡利息，甚至是 late payment 的罚款。比如 Chase 的信用卡惩罚性的年利率是 29.99%， late payment 的罚款是每次40美元。接下来介绍和还信用卡相关的4个名词 billing cycle、opening date、closing date、payment due date。 billing cycle 就是消费周期或者账单周期的意思， opening date 是一个消费周期的第一天， closing date 是一个消费周期的最后一天， payment due date 就是还款宽限期的最后一天。比如这是我的美国运通金卡今年1月份的账单，记账起始日期是1月1号，记账的结束日期是1月30号。那么1月1号到1月30号这段时间就叫一个消费周期 billing cycle。 1月1号就是 opening date， 1月30号就是 closing date。 1月30号以后的消费就会被算入下一个消费周期。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payment due date， 也就是还款截止日期，这里写的是2月24号，意思就是1月30号到2月24号这段时间是还款宽限期，在还款宽限期内还清账单都不会产生利息。下一个要介绍的英文单词是和还信用卡相关的 return payment。 我个人认为这个词的中文翻译应该叫做还款被拒。在还美国信用卡的时候，当我们点击还款之后，信用卡公司并不是马上扣除我们的银行存款，我们的银行存款通常会在1到2个工作日才会被信用卡公司扣走，如果中间隔着周末，就会在3天之后才会扣除我们的银行存款。当信用卡公司来向我们指定的银行账户要钱的时候，如果我们的银行账户存款不足，或者是银行账号信息填写不正确，或者是给信用卡公司留了一个已经关闭的银行账户，我们的银行就会拒绝给信用卡公司付款，信用卡公司就会收不到我们的还款，这就叫还款被拒 return payment。Return payment 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信用卡公司可能会认为持卡人赖债不还，并且向持卡人给出罚款。比如 Chase 的信用卡的 return payment 的罚款每次是40美元。如果我们只是真的不小心填错了账号信息，或者忘记自己的银行存款不够，通常只要打个电话给信用卡公司解释，然后马上把欠款还清，信用卡公司通常都能免除罚款。但是如果多次发生 return payment， 信用卡公司就可能会注销我们的信用卡。有些上了年纪的美国人还在使用支票来还信用卡账单，支票填写错误也会导致 return payment。 接下来要介绍的2个词是 hard pull 和 soft pull， 直译的话就是硬拉和软拉，或者叫硬查询和软查询。我个人认为这些翻译翻了跟没翻一样，我们也不需要去知道这个中文翻译是什么。 hard pull 是指银行或者其他的机构向美国的信用局调取我们全面的信用报告，每一次 hard pull 都会导致我们的信用分小幅下降。当我们向银行申请贷款或者申请信用卡的时候，银行就会 hard pull 我们的信用报告。 soft pull 是指银行或者其他机构向美国的信用局调取我们的信用简报，不会要我们全面的信用报告。
不会对我们的信用分产生影响。银行会定期检查我们的信用情况，用的就是 soft pull。当我们申请某些银行的信用卡的时候，比如美国运通和 Capital One 的信用卡，他们就会先 soft pull 我们的信用报告，然后告诉我们是否批卡给我们。美国运通的话，这一点做得更好。从申请第2张美国运通的信用卡开始，甚至不会查询我们任何信用报告。因此，申请这些银行的信用卡，就算申请不通过，也不会对我们的信用分产生影响，不会像其他银行一样，一上来就 hard pull 我们的信用报告，导致我们申请被拒，信用分还要下降的尴尬局面。下一个词是 direct deposit， 这个词中文也很难翻译，直译的话就是直接存款，但是我觉得这样翻译的话，新手也很难理解是什么意思，所以大家也不需要知道这个词的中文意思。Direct deposit 是指公司或者政府机构的银行账户通过 ACH 转账系统给其他的公司或者个人银行账户进行汇款。大家要记住 Direct deposit 的2大要素，第一个是公司或者政府机构作为主体发出的转账，第二个是使用 ACH 转账系统，也就是美国本地的转账。一般如果是需要我们提供路由号码 Routing Number 以及账号 Account Number，这类转账就是使用 ACH 转账，属于美国本地的转账。国际电汇用的是 SWIFT 系统，和 ACH 转账系统完全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银行都有 Checking 或者 Savings Account 的开户奖励，但是银行会要求我们想要获得开户奖励，就必须要通过 Direct Deposit 的方式来接受公司主体的汇款。个人银行之间的转账通常都不会算作是 Direct Deposit。所以最近开了美国银行账户想要拿开户礼的朋友，不要浪费时间用个人账户来进行互相的转账。我个人实测，券商出金是可以被算作 Direct Deposit 的。我用的是银透证券，银透证券每个月的第一笔出金是免费的，第二笔开始手续费也才$1。还没有注册银透证券的朋友，我把银透证券的开户邀请链接放在了影片的描述栏内。和 Direct Deposit 相反的是 Direct Debit， 中文直译的话就是直接扣款。Deposit 是存款， Debit 是扣款。当我们还信用卡的时候，信用卡公司就会向我们提供的银行账户进行 Direct Debit。 下一个要介绍的词是 Overdraft， 意思就是透支。信用卡可以透支，银行存款其实也可以透支。银行存款确实也可以透支，比如 Chase 的 Checking Account， 如果透支金额不超过$50，并且在当天把透支的钱还回去，那么 Chase 就不会收取 Overdraft Fee。 我们一般也不会遇到透支银行存款这种情况，所以大家了解一下即可。下一个词是 APR，Annual Percentage Rate 的缩写，也就是年利率。通常未还清的信用卡欠款，或者信用卡在 ATM 上面取款，信用卡分期付款，这些行为就会产生利息。美国信用卡的年利率通常在 20% 到 30% 之间。假设我们的信用卡欠着$1000没还， APR 是 30%， 那么拖1年之后，我们就要多还$300的利息，算上利息，总计要还1300块。以上就是我整理的我认为会令美国信用卡新人感到困惑的英文单词。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词不明白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看到之后也会一一解答。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觉得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给本期影片按赞，订阅本频道，非常感谢。